冷战时，印度主导的不结盟运动使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发光发热，这也是印度引以为傲的重要外交遗产。最近，美国彻底撕下了这层面具。据其美国外交政策刊文，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卷土重来。美国务卿蓬佩奥正火热将其付诸实践。为了推动实现这一目标，他重新启动了四国机制，即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日本四国磋商机制。最近，蓬佩奥就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首次四国外长专门会议。外界认为，该联盟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版北约，以期遏制中国。在这一机制中，印度成为了美国拉拢的关键角色。外界分析，这次印度在边境越过实控线挑衅中国，除了转移其国内民众对抗议不利的注意力外，还是为了给美国送上投名状。美媒报道也指出，四国机制各成员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遏制中国。为了应对中国海军，日本已经开始将2艘现有的舰艇改装成航母，而印度正积极在边境进行一场高风险的胆小鬼游戏。这场对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冲突，但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多，有本钱去玩这场游戏，而印度或许要竭尽全力才能得到援助。华盛顿当然愿意向印度伸出援手，而且印度已经向美国结成更紧密的联系。而印度外交政策发生改变的根源在于其快速增长的国力。在冷战后，印度综合国力迅速增长。经济上，印度在2017年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。在军事方面，1998年印度成功进行了核试验，而且尼赫鲁曾豪言印度不做二流国家，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印度的信心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莫迪希望推行大国外交，多边结盟，而小国外交的不结盟运动他已经看不上了，但表面功夫还是得做一下。不过，印度并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而是多头下注。当印度想往美国主导的西方市场和投资，他就往美国那边靠一点；当印度想要加强国防支持，则往俄罗斯那靠一点。这次边境对峙就是很鲜明的例子。尽管印度采购了很多美国武器，但印度还是把空军赌注压到了法国阵风战机，但还是多次向俄罗斯寻购武器，升级扩充战机。而且即使美国反对，但还是要求俄罗斯尽快交付 S-400系统。未来印度依然采取左右逢源的大国外交，在左右横跳中使其利益最大化。但是印度虽然是南亚大国，但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国家，其综合国力并不算强。当实力跟不上野心的时候，摔得会很疼的。